我做这期视频不是为了吓你们，我也吓了我自己。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是一期聊天节目。前一阵子我停更了一段时间啊，去做了一个计划已久的手术，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那来和大家汇报一下我做了啥手术，术后的恢复。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然主要是女性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该做体检，都要做哪些体检。因为就是随便聊天啊，可能聊得比较跳跃。那先从我这个手术来讲起吧，故事还有点复杂。那我这个手术呢是叫卵巢畸胎瘤切除术，名字听起来很吓人啊，畸胎瘤。其实和畸胎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早期这个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好像很多人也会这么觉得，就觉得女性肚子里面有一个没有发育的孩子，传的特别邪乎啊，因为它这个畸胎瘤里面有一些毛发呀、牙齿啊这种人类相关的组织，就是它这个肿瘤呢，其实是源于这个原始生殖细胞，它理论上可以分化成人体的任何一种组织。我的医生还说，牙呀、骨头都不算啥，甚至还有脑组织。我真的当时听得我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长呢？什么人会长呢？简单结论就是不知道。直到今天呢，医学界都没有一个定论。那主流认为呢，就是这个原始卵母细胞在这个减数分裂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常，它既不是遗传，它也不像 BRCA 基因突变有比较清晰的遗传模式，它也不是你后天做错了什么，或者你的环境导致的，或者你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它就是一个随机的细胞层面的错误，出 bug 了，没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所以它也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就是我最早发现呢，是在10多年前，就是我可能25、26岁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爸带我去体检，然后做 B 超嘛，就是全身 B 超，B 超上面有个报告嘛，写就是高度怀疑畸胎瘤，然后回家那一路，我爸就是黑着脸把我一顿说你还没结婚，你怎么能有这呀？我当时也不懂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呀，那个时代还没有小红书、短视频什么，你一查就知道。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啊，我生活的很健康啊。就是回家的一路，就那个沉重的感觉，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呢，我爸一回家就开始各种翻资料啊，不得不说，毕竟他还挺严谨的。然后他发现这个不是他想的那样，就开始不说我了。就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我爸是50年代生人，那个年代人你们也懂的，他是不会给你道歉的，他不会说不好意思，我刚才是不是说中了，他就不提这事儿了。就不说了，至少不指责我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视频发出来，至少还能让一部分人放下心来，知道这个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像它的名字一样吓人。就是个常见病。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找方案嘛，如何治疗啊？因为它生长速度非常慢，就是医生说我应该是可能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长了。然后呢，它癌变的概率也非常的小，95%的成熟的畸胎瘤都是良性的。那很多人呢也是带着它生活了很多年，就完全都不知道，甚至可能过去哪有 B 超啊，可能一辈子到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东西。那一般不到5厘米呢，就是每年观察就好了。那大于5厘米呢，就开始担心它发生扭转。因为它在卵巢上嘛，卵巢上你带这么一个东西，它又很沉，它很重，它有可能扭转嘛。那扭转就是急诊了，你可能会损失掉整个卵巢，这个是它最大的风险。所以呢，我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做了切除，就腹腔镜手术，囊肿都切掉了，然后也做了那个病理检查，就确实是良性的，就是恢复的也很好。大概可能过了半年不到，还是不到1年，不太记得了，我就怀上我儿子了。很多人说就刚做完这个手术特别容易怀孕，真的一下子就怀上了。真的，我当时我怀孕的时候，我26、27岁的时候怀孕了嘛，我儿子现在10岁了。就我当时周围的朋友属于什么怀孕是什么，就他们可能还没结婚呢，我就已经怀孕了，就非常突然的生了我儿子。之后呢，就忘了这个事儿了。然后就在我们准备要老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想说再生一个吧，要经常做检查什么，发现又长畸胎瘤了。我当时我说真的妈爷爷晴天霹雳，我想说我靠，我遭这么大罪，做这么大的手术。我当时手术医生也是很厉害的，在北京很牛的一个医生。之后好几年复查都是好好的，怎么又来，就无语啊。然后我那个医生说没事儿，这个畸胎瘤它就是这样，很多人切了长，长了切的，那个很常见，甚至很多人都是在做那个孕期超声检查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的，或者是第2次又发现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你产后再处理也来得及，因为它是不影响妊娠的，它长得又慢嘛，所以也没有管它。然后直到我怀孕，我整个孕期这个畸胎瘤都是在的，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怀孕的时候受到激素影响，它那个畸胎瘤会长得稍微更快一点的。我在怀着妹妹的时候，畸胎瘤就已经稍微有点大了，但是医生说呢，大概率没事，因为你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嘛，就你肚子的空间越来越挤了，所以它发生扭转的概率也会变小。
那如果他说如果你到时候你剖腹产的话，我顺便就给你切了，如果顺产的话那就再说。那果然我第2次也是顺产，大概是5年前的事情了嘛，半年检查一次，半年检查一次，这不就又过去了5年嘛，也是又超过了5厘米了。它毕竟它不是像空的，就是普通的卵巢囊肿，它里面可能是液体嘛，所以呢我开始慢慢的有感觉了，就这个感觉不是说它疼，就你不是觉得疼，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有个东西在。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么多年了啊，就我想，与其一直观察，一直提心吊胆的，我希望我在40岁之前把这事解决了，就安排在了圣诞假期之后1月中的那个时候，新年伊始，医生和护士可能有点干劲儿。然后我那个当时就安排时间的时候，我记得有的医生还说，他说建议我不要周1和周5做手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心情也很重要啊。总之呢，因为是提前计划的嘛，至少你之前能够准备的稍微充分那么一丢丢，就一模一样的手术。过了10年又做了一遍。我有时候想，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容易，就是我大概是11、12岁的时候，我就做过阑尾炎手术。就你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我靠，阑尾炎手术小手术，那是90年代的阑尾炎手术，和现在是有巨大的区别的。不是现在是那个腹腔镜，那时候哪有啊？就是真的就是开一刀切啊，恢复时间也很长的。总之就是现在的手术可以说对比当年是好了很多很多了，就是现在的麻药也更好了，缝合技术也更好了，而且现在也有了这个硅胶贴了，就可以防止伤口的增生。现在基本上你做手术不会再有增生了，就是疤痕预防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也更好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阑尾炎刀口那个增生真的很严重，再加上我疤痕体质啊，就是当时完全不知道所谓的什么在伤口上形成一个半封闭的保湿的环境啊，所谓什么去抑制激活的成纤维细胞，防止疤痕增生，当时根本没有。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每天你贴硅胶贴贴多少个小时之上，增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了。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对疤痕相关的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再做视频给大家。那其他的恢复呢就还不错了啊，大概再过一阵子可能就能回归健身房了。我现在还是先不嘚瑟了啊，在家可能做一些小重量的抗阻训练。特别大的重量也是，就核心力量训练也是不敢做，就是小心一点啊，毕竟这个岁数了啊。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些健康筛查上的建议吧，就是每年啊，女孩子每年啊一定要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妇科超声。一定要做，这个是可以发现卵巢囊肿、卵巢什么畸胎瘤啊、子宫肌瘤啊这些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完全没有感觉的，只有超声能够看到的。然后呢是这个宫颈癌的筛查，那宫颈癌呢也是目前唯一一种病因明确，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也可以通过筛查几乎100%早期发现的癌症。感染到发展为宫颈癌，平均可能需要10到15年，所以在这个窗口期足够可以让你筛查并且拦截它。那不管你有没有接种这个疫苗，你依然需要去保持筛查。然后呢是乳腺检查，年轻的时候呢你做超声就可以了。那40岁以上或者是你有家族史的话，其实可以更早的开始加做这个 MRI。还有一个对女性健康很重要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筛查，因为女性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啊是男性的5到8倍。很多人长期的疲劳啊、掉发呀、情绪低落呀、月经紊乱啊，这种就是女性其实更常见，可能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查出问题，最后发现是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呢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至少你每隔1到2年你要去查一次。再一个呢就是 BRCA 基因检查，就是如果你家里人或者是你有比较近的亲戚有乳腺癌呀、卵巢癌呀，如果你能够提前查到，你提前知道的话，你至少可以更好的准备，做更积极的监测啊，或者是预防啊什么的。知道和不知道还是挺不一样的。就不管你有多忙，你多害怕去检查，很多时候就会有一点讳疾忌医，就觉得只要不查就没事，一查就有事儿。你看我不就是这样啊，我一查就有事儿。但是真的就是千万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去查，你把它当成一个例行公事，就到这个时间了就去看。那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什么信号了，比如说月经周期突然改变啦，或者是你痛经的程度逐年增加，非经期的出血持续的下腹的疼痛啊，有这种坠的那种感觉啊，还有很多比如说你不明所以的异常的疲劳感，你无法解释的体重变化，是无法解释的，不是吃多了啊，无法解释的体重变化。很多持续的腹胀就是妇科病早期最容易被忽视的症状之一。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已经有一些征兆了，这可能就是宇宙给你发的信号，要去做一个检查。
或者是你刷到我这个视频了，也可能是宇宙给你的信号，你要去做一个检查。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说，女性真的不容易，就真的是不容易。当然了，我做这期视频不是为了吓你们，我也吓了我自己。开个玩笑，就我想提醒大家，很多东西早一点发现就是可以干预的，你一定要记得经常给自己检查。最后希望大家呢都是健健康康的，真的就是这就是我躺在那个手术台打麻药之前，我们脑子里面在想的事情。就当然我平时能意识到健康很重要，我天天分享健康常识，我平时能意识到，但是你真的你在躺在手术台的那一刻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健康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好好珍惜登陆地球 online 的这次机会。真的我们要好好想办法的去爱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啊，不是说花更多的时间给自己买东西，是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更多的精神力，更多的能量放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照顾好才能照顾好别人。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千万不要觉得女性疾病是什么可耻的不好意思讲的事情，你越怕面对它，它对你的影响就越大，你越直勾勾的盯着它，哎，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啊，还没有小时候期末考试吓人呢。OK，那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对，如果大家感兴趣手术好物啊，或者是术后恢复的好物，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确实想做一期，因为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我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说，我是先都把它们都扔了呢，还是做一期视频再扔？OK，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